怎么样？百里东君没走那条路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告诉过小姐，那便是小姐没让他走那条路。闭嘴！小姐，小姐是什么身份的人？她怎么可能背叛天外天？小姐或许没有背叛天外天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小姐现在的所思所想，也已不似之前那般。我不懂，我琢磨不透小姐。小姐还在天启，你可自行前往去问她。不过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什么？我发现了另一个天生五脉。另一个天生五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未曾等到百里东君，但等到另外2位，其中1人在短时间内内耗尽过，似乎是用了不动明王功。不动明王功？没错。而在他与我交手之时，他再次强行使用了内力。倒是条汉子。不动明王功对修炼者的经脉极其严苛，要是在运功时耗尽内力，经脉必定受损。短时间内又强行催动内力，难道他是想下辈子做一个废人吗？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啊！我发现他的经脉并未损伤。天生五脉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只有天生五脉才能达到这样的经脉强度。那我们带他回去，不是也一样吗？他现在在哪里？景玉王府。景玉王府。传信回宗门，查一查这个人的来历。不动明王功，乃是南绝第一高手羽生魔的成名功法。此人的来历，应当也是非常有趣。对了，雨季，自昨夜之后，无座双尊便失踪了。那可有找到教宗的标记？按说，双尊即便提前离开了天启，应该也会秘书通知我俩，或是在路上留下标记。看来，如今的情况还不容乐观呢。这人的眉眼看起来好像小时候的云哥，也不知道云哥如今怎么样了。师妹，另一个人醒了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舍下还未痊愈，就不必行这些虚礼。不知我这兄弟……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不会有事。多谢姑娘。敢问姑娘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景玉王府。什么？景玉王府？那你是……自然就是景玉王妃了，只不过是未过门的。所以是王府救了我们？不是我，我救你们与王府无关，只是你们恰巧落到了我的院子里，而我与这叶鼎之。叶鼎之倒是个挺威风的名字。我与这叶鼎之挺有眼缘的，所以就救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师傅，师傅。来了什么？哦，还没来。
哎呦，东君，我看叶鼎之是不会来了。不可能啊！要不再等等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不是，你们这都等1天了，已经。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东君，这个拜师啊，除了讲究资质、讲究运气，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是缘分。看来今天我只能收你一个徒弟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你们王爷可真心大呀！这偌大的别院，他也不来，只有王妃和王妃的师兄。好快的剑！少侠慎言，我师兄马上是连王爷也不能轻易得罪的人了。师妹，师兄，你放心，我有数。长了一副好皮囊，就是好啊。王妃何出此言？如果是你躺在这里，就喝不到这冰封水了。我长得也还算是玉树临风吧。可差远了。没事。叶兄弟，你醒了？你醒？你小心一点。
师兄，王少侠。这位是洛清扬，是影宗大弟子洛清扬。我们曾经见过。他是洛清扬，那他……云哥在这里。他是我君。发什么呆啊？哦，对了，这位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景玉王妃。不要叫王妃，我还未过门就不是王妃。王少侠，你的伤好了吗？多亏王妃和洛兄及时相救，没有伤及内力，现在已无大碍了。那，外面没有高人在追捕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！皇帝陛下可是给我望城山御赐过至清牌匾，从来都是清清白白的，走到哪儿都是上宾以待。那晚只是个意外，那么，你为什么还不走呢？行，那叶兄，我你醒啦！小妹妹，这是在哪儿啊？这是我家呀，我父亲把你带回来的。我当然知道这是你家呀，那请问你是谁呀？我叫李寒衣。李寒衣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是李先生的女儿。这老头到底多大岁数啊？女儿居然这么小。寒衣，客人醒了。阿娘，罪过呀，罪过。阿娘，这个叔叔好奇怪，是不是脑子不好呀？跟我阿爹一样气人。乖，可不能这样说叔叔。见过师娘。啊？在下百里东君，以后还请多多照顾。哎呀，我怎么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收了一个徒弟呀？这是我内人，这是我小女，这是我家，你个傻子！管谁喊师娘呢？我知道，虽然吧，按照辈分来说，你应该喊我师兄，但是我真不介意抬抬我的阶位。要不这样，你也甭喊我师傅，喊爹。
副官，要不因为你女儿姓李，能闹这么大笑话吗？他是跟我姓。敢问嫂嫂姓名？建新种，李新月。哦，我听我舅舅提起过，那可是压了名剑山庄一头的铸剑世家呀。雷兄，你可以啊！没想到你在外面威风凛凛，回家竟然是个赘婿。那是。别！我们霹雳堂雷家在江湖上也是赫有名的，好吧？你喊谁赘婿呢？我弄死你！哎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女儿为什么不姓雷啊？因为我爹被雷家宝逐出来了，子女不能姓雷。不过我也不想姓雷，听起来凶巴巴的。韩姨，我们先回屋，让你爹跟这位叔叔谈他们的事情。走吧。行吧，既然你也醒了，师兄，带你去见见师傅吧。哎，等等，叶鼎之去哪儿了？他回来了吗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去什么去啊？别去了。王师兄，你回来了。叶鼎之呢？难道他先入学堂了？他呀，他现在在天启城中最安全的地方养伤，美人在侧，浓情蜜意的，你就别管他了。什么意思呀？那么你为什么还不走呢？行，那叶兄，我先不走。王兄，麻烦你替我转告那小子，让他好好跟李先生学艺，我等着他名扬天下的那天。就这？他就说了这些？对啊。王兄弟，那位姑娘救你们的事儿，除了你们之外，还有人知道吗？除了我们之外，就还有那天追杀我们的神秘人知道。除了你们之外，谁也别说。毕竟，这朝堂之事错综复杂。既然那位姑娘说了，救你们是她的个人行为，那景云王应该不知道。放心吧，我还是有分寸的。哦，对了。那天我听那个紫衣人说，叶鼎之也是什么剑圣五脉，要招他去哪儿？这样看来，景玉王妃那边确实是对他而言最安全的地方。到底什么才是天生五脉呀？这个问题，师傅应该知道答案。我就送二位到这儿了。线下任务完成，我也该回望城山了。多谢王师兄一路照拂，山高水长，我们有缘再见。
百里师叔，您先请吧。好。他竟然闪开了！哎呀，失策了！哎呀，我用这个方法整到他诸位师兄，却没想到这个小子居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啊，都不是什么好孩子。哎。无不无聊，无不无聊。堂堂学堂拜师礼，还用我玩剩下的招？我可是钱东城小霸王，下次能不能换点新鲜的？好了，虽然我们的开场有些遗憾，但是我们言归正传，开始学堂拜师礼。百里东君，尹落霞，我叫萧若风。当然知道了。我是学堂李先生座下7弟子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可以管我叫7师兄和7师叔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管我叫小师兄。小师兄7师叔，学堂李先生座下6弟子，洛轩。6师兄。6师叔。学堂李先生座下4弟子，莫6月，小黑。5师叔。师傅，哎呀，这有徒弟的就是不一样，你说是吧？哎，快起来！墨尘师兄，柳月师兄。哟，这不是凌云公子顾剑门吗？顾剑门，也就是你的3师兄，哈。而我，乃是学堂李先生座下2弟子，也就是卓墨公子，更是你的2师兄。2师兄，哎，还是雷儿听起来更亲切一点啊。没大没小你，叫一个，给你个面子。哎，2师兄。2师叔。啊，师弟好，师侄儿好。哎，大师兄呢？
啊，就没有这个人呢。我一入门开始我就是二弟子，反正我是没见过，他们应该也没见过。师傅没有跟我说为什么。真是个奇怪的人呢。说对了，师傅说过，这人呐，要是越奇怪，就越有可能成为绝世的英才。你看我多奇怪，柳月也奇怪，他们也奇怪，而你，这么说你是在夸我喽？当然，师傅更是奇了个大怪。雷儿，你话太多了吧？得嘞，师弟，走你！一定要这样吗？这份大礼我可受不起啊！这是拜师，又不是拜堂。师傅，董爸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小徒弟了。啊，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很好。嘿嘿嘿。哎，你刚刚叫我东巴？雷尔剑三柳四，黑五炫六风七到你这儿，可不就是东巴了吗？我说师傅，你真的好无聊。是啊。是因为我实在活得太久了，好多事都因此变得无趣，所以只好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了。那你到底活了多久啊？哦。想当年我一见震天引得仙人从9天下凡，他们说我不是人间之才，应当到天上去逍遥。嘿，他们要把我拉到天上去啊，我可不去。仙人就摸了摸我的头说：“那我便赐你长生吧，好好在人间游历一番。”后来这一幕啊，被诗仙看到了，所以便有了那句诗：“仙人扶我顶，解法寿长生。”你说我活了多久啊？真的？废话，当然是假的。这徒弟怎么这么笨呢？都说江湖险恶呢。哎，这样吧，1个月之后我带你去游历一番，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江湖的险恶。为何是1个月之后啊？你不是想喝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吗？这秋露白啊，1月只出1次。哎，糟了，这个月的份额已经没了。没事儿，那就等下个月吧。下个月等你喝够了，咱们就启程啊。对了，师傅，曾有人隐约跟我说我是天生五脉，方才王师兄告诉我，一鼎之他也是天生五脉。到底什么是天生五脉啊？天生五脉，天生五脉是一个幸运又不幸的东西。好了好了，今天的答疑解惑就到此为止了。我困了，困了。不是，真是个奇怪又倔强的老头。来来来，告诉我，师傅究竟给你取了什么样的名字？师傅会给你取什么样的名字呢？我觉得你应该叫做百里八。但是莫小黑说师傅那么懒，他只可能取2个字的名字，他觉得你应该叫做里八。所以你到底叫什么呢？东巴。咦。呵。哎，对了，师兄们，师傅跟我说他活得可久了，这老头到底活了多少岁啊？其实我们也不知道，去年吧，他刚过完他的80大寿，今年刚过完70大寿，明年估摸着也该过100岁宴了。他老人家就这样，出门就一张嘴，张口就来，甭理他。东巴，雷二，东巴，雷二，东巴二，
看你这吃法，像是吃到什么人间美味一样。我也尝过一口，这只不过是能咸死一头牛的咸菜，还有前头镇上卖的最便宜的烧刀子，亏你还吃得这么香。如果你也有快被饿死的经历，你就会感激这世上每一种食物。你也有快病死的经历，你怎么就不能感激这些草药呢？亏你还忍心看着师傅自己在这磨药。对了，你让我学的医也学完了，该掌握的也掌握了。按照我们的约定，从明日朝阳升起，你便与这草药无关。我记得，我记得。我怕是这世上最没有尊严的师傅了吧？哎，你说你，明明有学艺的天赋，在短短几个月，就掌握了普通人数年甚至几十年掌握的医理，怎么就不感兴趣呢？你在这山谷里住了多久？我12岁来到药王谷，如今也有26年了吧？这么久，你会感到孤独吗？这山谷这么僻静，都没有人来，就算是有人来，也都是像我这样的将死之人。我觉得，你这么好的医术，应该到外面才是。有些人想名扬天下，成就一番功业，也有人想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着。这世上每天有多少人死去，又有多少人出生，都是命运使然。即便我出去了，又能救多少人？要是有人能像你一样走到这药王谷，便与我有缘。不管出身，不论目的，我都会救。那你打算以后每天都这样，重复循环？在你看来，每天都是重复的，可在我看来，每天都是不一样的。春日的崖边能长出蛛网草，惊蛰的夜露能配百青丸，清明的蓬草能做药饼，怎么能会是重复循环呢？你在想什么？是想你那位朋友吧？是啊，也不知道他在天启城混得怎么样了，是不是还那么嚣张？我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开酒肆，我是没有准备的。你快跑啊！是不是还被人追着他？是不是旁边还有朋友并肩而立？其实，总有一日，我也会离开这药王谷，去看看那外面的山川河海，走走这人间天地。什么时候？在我找到真正的传人，你师弟的时候。那不好意思了，逆徒我就不陪你的了。我今晚把药捣成丸子，放到你的行囊里。每日午饭后，你记得要吃上1粒，一共100粒。我又在青州的穆家要了一味药粉，我又不想让他们知道这药王谷的所在，所以想让你帮我去拿。啊！可是这青州也太远了。什么青州？穆家最珍贵的药房是秋庐，秋庐在天启城。你此行是去天启城？你不是早就想去天启城了吗？那便去吧，反正有100颗药丸，够你霍霍到明年的了。去了天启城，要玩得开心，也要记得回谷，好好学艺。
面谋好呢，要不要这么心急？天启城，我来了！这一道叫笼中鸟，这一叠叫江湖远。叶公子，请。洛兄不吃吗？我师兄他平日苦修，只喝淡茶，吃粗食，就不管他了。那王妃特意做这2道菜给在下，是想说什么？都说了不要叫我王妃，我不想做这所谓的王妃。好，那姑娘，想说什么？不如问问叶公子为何留下。救命之恩，自当相报。不愧是我救下的人，我一打眼就知道你是一个讲义气、重恩情的好人。难道不是因为生了一副好皮囊啊？其实我昏迷的时候，你们说的话，我都能听到。不要脸！好了，不开玩笑了。姑娘想让在下如何报恩，在下定当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不用那么严重，你给我讲讲外面的故事吧。等你讲完，我就放你走。我很久没有离开这里了。平时虽然师兄在，但师兄又是个话少的，所以我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。就像这道笼中鸟，虽身处囚笼，却偏偏向往外面的天地。他如今过得竟这样不开心。叶子落头发上了。原来是叶子。我叶鼎之虽然武功还不是天下一等，若说文采，那也算是差强人意。可若论去过的地方，姑娘怕是找遍整个天启城，也找不到如我这般的了。哦，那你都去过哪里？我先是去了西域32佛国。哦，那边有一座很有意思的城，是座空城，名叫木梁。13岁的时候，同我师父去了南绝，一边走一边练武，最难去过沐风之海。
后边呢，我就去了北边，去了北蛮最北面的城市，随意。我听说北蛮的人都很凶悍的，他们只要谁赢了谁，就能抢走他的帐篷，还有老婆，直到下一个人来抢。不是的，北蛮的民风其实很淳朴的。我记得我当时去了那边，住在一户人家，他们那儿跟我们这儿差不多，都是一室一双人。丈夫呢，每天早上就会出去打猎。哦，他们那边的草原特别大，一望无际的。师妹，师兄，你是想要借叶鼎之之力逃出去？师兄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而如今我是这笼中鸟，你是看笼人。你知道的，我不想嫁给景玉王，可我打不过你。但那个叶鼎之，他或许能打过你。打赢我，也不过就只是能走出这座王府罢了。可你利用了叶鼎之，若是被他知道了，利用了。可我听他跟我说那些故事的时候，我是真的很开心啊。而且他的身上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。他也姓叶。不错，这烟云剑舞你小有成就。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，练的也是这袖剑。看到你如今这般模样，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啊。师傅现在也很是年轻啊，还是那般的出尘绝世。像我们这般风采的人，就得习得最美的武功，然后每次登场的时候都必须风华绝代，像师傅那样，美男抬轿，童子开路，轻纱垂落，容貌半遮。这是现在，以前年轻的时候啊，身上比较拮据，这坐不起轿子，也没有书童。那师傅之前是怎么登场的？那你看好了，像我们这般风采的人出场，首先呢要先有音，再有意境，再负手，然后翩然落地，露出脱俗的背影，再微微侧手。自我介绍？不，这仅仅只是酝酿。等到大家发出惊叹声之后，你再悠然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想要在此做什么，就先问问我手里的剑。”可是师傅，要是对方没有惊叹怎么办？
那就等着，一定会有惊叹的。嗯。然后呢，你就什么都别说，先跟他过几招，再将其打败，然后你就转头，侧身而立，说道：“我乃公子柳月，仙子落霞。”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先练一遍。当着师傅你的面练一遍，不然呢？有什么问题吗？真的很难为情呀。这有什么难为情的？你呀，可以向你的洛轩师叔好好讨教讨教。这种呢，叫做格调，不是做作，不要有包袱。是，师傅。行，为师呢就先走了，你先练着。我乃仙子落霞，我乃仙子落霞，我乃仙子落霞。这也太丢人了吧！我怎么还真练起来了？是啊，我怎么还真的练起来了？小姐，小姐已经成为学堂弟子了，怎么还记得我们天外天？那日我没按计划行事，你对我有气也是应该的。小姐言重了，属下不敢。那日我本想将百里东君送至青龙门后，便去找你们。可我没有料到，柳月公子将我留了下来。今日我寻得契机，便立刻来找你们了。可是，那日小姐为何没有将百里东君带到雨姬在的那条路呢？那日百里东君几经劫杀，心弦已经到了极度紧绷的境地。若是真的走上了那条路，遇到了雨姬，即便不敌被我们带走，以他的性格，别说是修炼训练功，怕是会直接找机会与我们玉石俱焚。此是其一，其二，我在想，复国之事，当真只有这一条路吗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也没有更好的计划，日后再说吧。齐轩，我得走了，我会继续观察百里东君。等我做了决定，便同你们联系。雨姬那边，也烦你帮我解释。小姐，还有何事？我该不该把另一个天生无脉之事告知小姐呢？无事。小姐，宜多保重。复国之事，当真只有这一条路吗？小姐，
你究竟想做什么呢？徒儿，师傅。行了，看来今日不宜下棋，早些休息吧。师傅，你是不是以为我要问你去哪儿？可这关我什么事呢？我是真的很无聊，想找你下棋罢了。师傅，现在可以下棋了。嗯，来，下。这才对嘛。云哥哥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我娘亲开始教我女工了，这是我绣的第一只荷包。文娟绣的太好看了，我好喜欢。纵然我算遍天下，也算不到我们的重逢竟会是这般模样。你给我讲讲外面的故事吧，等你讲完，我就放你走。我很久没有离开这里了，就像这道笼中鸟，虽身处囚笼，却偏偏向往外面的天地。我若说想带他出去，也不知道他肯不肯。
白日里，我见到了小姐。哦，那小姐可有解释？其中细节，我日后再与你解释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，小姐并未背叛天外天。那便好。吴相使那边还有何指示吗？他让我们送给北厉皇室一份大礼。什么？你说叶鼎之是叶云？叶雨的儿子那个叶云？怪不得他说他不要玉玺，怪不得他说他要的东西，本王一定能给他。他要的是本王的命。备马，快备马！本王要进宫。早啊，叶鼎之。姑娘早。上次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那今天是讲佛国？好啊。那姑娘等一等，我去洗把脸。凉风出现，燕雀节节转林间。这夜云烟恍若淡梦还未绝。原是人间好景万千，如今云断沧海化作桑田。只知一红叶，缱绻了流年，才叫人叹风月。久等了。若叹危险，无声擦肩。怎么？啊，没事。不冷吗？睡。我不怕冷。讲佛国吧。要去西域32佛国，会经过一座城碧罗城，而去碧罗城的路上会途经一座名为三顾城的小城。所谓美人三顾，一顾倾城，再顾倾国。三顾。等一下，美女很多。对啊。换一个，不想听。哦，那我给你讲讲三顾城的特点吧。这三顾城呢，其实是由一些商人建立起来的。城中赌庄居多，最大那间叫美人庄。又是美人，过不去了是不是？我说的是赌庄。那赌庄为什么会是美人庄？因为美人很多啊。这负责最大赌庄的呢，就是一个花魁娘子，以天女为名。连花魁娘子都出来了。不说这个了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我没去过美人庄。穿过三顾城，就到了碧罗城。这碧罗城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寺，叫九龙寺。小挂件儿，小玩意儿。轩儿，书这么好看啊！
李先生。哎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这天下间有书千万，就算我一日不停，一刻不歇，读到此时也读不完这世间之书。这对我而言是最大的遗憾。为了少一点遗憾，便只能抓紧时间多读些书。哎，有些人啊，读书读成了书呆子，但如果读的书多到连100个书呆子加起来都比不上的话，或许就能成为儒仙了。小子，你说你这师傅哪里比得上我？要武功不会武功，要名气没有名气，你还不如跟着我呢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破个例，我虽然已经收了关门弟子，但你仍然可以变成我的关门弟子，还多了一个字呢，如何？不要。你读的书没我师傅多。谁说的？我的年纪至少比他大2倍，我走过的桥比他走过的路要多了，我看过的书自然也比他20年前看过的还要多那么一点吧。我武功比他强啊。武功从书上学就行了。哎呀，你呀，大概是这天底下唯一一个拒绝做我徒弟的人。先生此言差矣。你去问那田间的庄稼汉、青楼的花魁女，亦或是沃千金的富家翁，想必都不愿意做先生的弟子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剑震天下。呀，行了，我说不过你。哎，你此行的东西没忘了带吧？先生放心，不敢忘。正好。哎，走，先生给你接风去。走。嘿嘿。博少伟师兄，你们私底下互相揭开盖头见过面吗？师弟，这个不叫盖头。小师弟，你应该多读点书。嘿，别避重就轻了。对了，这不是祝贺我入门的宴席吗？来了我朝思暮想的碉楼小筑，是不是有秋露百合呀？秋露白1月只有1次，今日怕是没了。唉，可惜了，早知道当初就应该让师傅给我留下来的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吃饭不叫师傅吗？哼，小师弟，一般情况下来说，在这种场合不能叫他。什么场合？为何呀？哎，知道的越少，对你越好。不是说了吗？没喊你们就别进来。门外有位客官让我问问几位公子。问什么？说。先生没到，应该开席吗？好。一起喝酒，躲什么呢？师傅，坐。熊儿，你也坐。叨扰了。谢轩，好久不见。雷儿，这位是？没大没小，你猜呗。还真以为我不知道啊！既然你们都认识他，他要是师傅带来的人，那北篱八公子里面，除了素未谋面的无名师兄，还有远在西南道的顾三师兄，那就只剩下清香公子了。聪明啊，小东爸。师傅好久没有跟你们一块喝酒了啊！这么大手笔，应该是老七请的客吧？你们这位新来的小师弟小东八初入师门，是应当好好庆祝庆祝。你们说吧，想怎么喝，为师奉陪。这，先生，今日东君刚刚进入学堂，我看要不我们就去算了吧。哎，怎么能算呢？来，
我们一起敬师傅。哎，好东巴，来喝酒，干！喝酒，喝酒啊！哎呀，好酒好酒，老七，我跟你说，一个男人在家最重要就是地位。李新月带我去百花楼的时候，他都会帮我结账。挺好。师兄，东君啊，你现在知道，我们为什么不叫李先生了吧？百年不忘人间梦啊，千杯不醉得长生啊！当年诗仙可是为了我写下这首诗的，各位。怎么都醉了呢？真没劲。咦，东爸，我看就你酒量最好，来，陪我喝一杯。干，干。干不了。离开九龙寺呢，就到了佛国。哦，说到佛国，我在佛国还拜了一位高僧为禅师，学了1月佛法。再后来呢，我就遇到了我师父，他是个剑道宗师，来自南莒。师父，东爸，你初入师门，为师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真的假的？还有礼物？当然是真的。为师可是从不说谎的李先生。星儿，小白连服30杯，指尖浩气，响春雷。这可不是一般的书酿的，也不是普通的酒。你之前的师父古尘也看过此书，如今我把它送给你了，收好它。是剑。多谢师傅，多谢清香公子。酒喝完了，该打一架了。好强的剑气！你们瞧瞧，比宣六还要做作的人终于登场了，闹这么大动静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似的。可是师傅，他是谁啊？他是剑仙羽生魔啊。李长生，好久不见，好像也不是那么想见你。他是男的？他是男的。可为什么？他练的是魔仙剑，魔仙剑传言乃凡人向魔神借力，传下剑谱，修炼此剑者极易遭到反噬。他就是在试图强压魔仙剑反噬的时候出了岔子，以至于身子虽然是个男儿身，但面容却越来越像女子。哦，羽生魔，你从南绝远道而来，所谓何事？找人。我不是来找叶灵芝的。你知道？哎，你凭什么打人啊？他在哪里？什么他呀？他是谁啊？别装傻，叶鼎之。
他在哪里？你是谁啊？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我是他师傅。你说是就是啊，他还来参加学堂大考，拜我师傅为师傅呢。哼，荒谬！姐姐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剑仙之间的对决啊，不是一招一式，而是决人间之华彩，引天地之共鸣。陛下，是羽生魔的旋风剑。父皇，羽生魔他一定是来找那个叶云的。那乱臣贼子多年藏身男爵，习得一身高绝剑术，一定是羽生魔的徒弟。父皇，您不能再犹豫了呀！他是来报仇的。 他要儿臣的命啊！儿臣虽然死不足惜，可儿臣更担心的是父皇您的安危啊！父皇，发布通缉令，全城搜捕叶挺之。遵旨。哎，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找我师父，他是来找我的，我要去见他。你不许去，姑娘。是你说要留下来报恩，要给我讲完故事的。 我并非要走，只是我师父若见不到我，定要搅乱这天气。姑娘，我答应你，我见过师父之后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。我不信。姑娘，姑娘，你别哭了，我真的。 真是难得啊！所以你到底是人是鬼啊？怎么老神出鬼没的？李长生和羽生魔一共对决过3次。第一次，李长生已是天下闻名的剑客，而羽生魔才刚初入江湖。羽生魔挑战李长生，败于他的一剑之下。由于当时羽生魔并无名气，故此这一战几无人知。第2次，李长生依旧一剑胜之，羽生魔剑折，故此改练魔仙剑。 第3次无人得关，不过往后的8年，羽生魔再未踏足北离。
所以，你是来干嘛的？此乃绝世对决，自然是来记录的。李长生，这一战，你必输。上一次你也是这么说的。打完这一仗，学堂得赔不少钱呢。谁啊？这么少？啊？不是，这就打完了？没那么快。同犯异色，这是走火入魔了。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种说法。的确是走火入魔了，不过不是普通人练功的走火入魔。羽生魔自愿入魔，以身入魔，得成无上剑法。你啊，真是数十年不改的做作，不闹出点大动静，就不像个高手似的。剑落。天阵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打雷劈。你这个成语用的可真是不好。他们人呢？该不会是让雷给劈没了吧？我这才刚拜完师，还什么都没学呢。打完了，自然就走了。打完了？那他们谁赢了？你没看清楚吗？你看清了？我自然看得一清二楚。搞什么啊？就我岁数，我没看清？他在吹牛，他也没看清。那你看清了？果然是天下第一。早跟你说过了，魔仙剑世主，这么多年你怎么就不肯放下呢？赢我就这么重要吗？唉，其实啊，你只要回去好好休养，再锻炼锻炼身体，熬过几年，等我死了，你再来争这个天下第一，不是更容易吗？谁都不知道你活了多久，我
怕是等不到那天了。放心吧，这一天不会太久的。我知道，我打不过你，但听闻云，叶鼎之来了天启城，我知道他的身世，我怕他在天启城被人为难。嘿，没想到啊，你这个冷心冷情的羽神魔，对自己的徒弟感情还是很深的。你且离去3日之后啊，我定会让你那徒弟安然无恙的回去。有我的承诺，够不够？我看不透你，看不透我就对了，我是天下第一啊，哪那么容易被人看透的？放心吧，叶鼎之是天纵之才，不会折在这天启城的。我走了啊。哎，你这辈子打不赢我。倘若往后你的徒弟打赢了我的徒弟，也算你赢。哈哈，哈哈哈哈怎么这么冷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屋顶怎么破这么大一个洞啊？我咋睡个觉，屋顶就没了呢？是啊，你要再不行的话，就要变成冰棍喽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概就是我们的师傅跟别人打了一架，在还没打之前就撞了个洞出来，而且这只是里面，你们是没看到外面。现在上面连一块完整的瓦片都看不到。张呆，李先生不是只撞出了一个洞吗？为什么整间店的损失都要我们来赔偿？这，对呀，董妈，是谁那么大的胆子啊？敢和师傅打架也就算了，这钱不赔就跑了，咱们得跟他要啊。是啊，但怕是有些困难。此人是剑仙，羽生魔。羽生魔？看来得让老七破费了。行了，拿着这个单子，明日去锦玉王府领银子吧。哎呀，得嘞。师兄，醒醒！师兄，醒醒！都醒醒啊！这要让外人看见，像什么样子？还叫什么八公子？这是师傅弄的。哎，这边，这边。哎，对了，谢玄，忘了告诉你了，这个明年的公子榜啊，
就要变成北离九公子。我们几个已经把他的名号都想好了，你听听啊，九公子，九公子，一语双关啊，怎么样？凑合。哎哎，不过你早就醒了，你是在装睡，是怕掌柜的把账单给你？嘘，别说破。我可听到了啊！哼，这个人见过吗？看看，没见过。没见过，再仔细看看，真没见过。走。又有人被通缉了呀，也不知道犯什么事儿了。这年头，哎，谢轩，反贼长得还挺眉清目秀。昔日将军府余孽，说不定啊，以前还是个小将军呢。